兜了好几圈了，就到这儿吧。行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走吧。别着急轰我，还有点事儿。我自个儿攒了点钱，我知道你不会要，本来想寄给你，正好你刚才说想结婚了，喜事儿，这当份子钱，拿着。 不肯拿你的钱，心里有愧。过去就过去了，拿着。答应和你老婆复婚，我才拿着。这又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事儿。告诉他，我请求他原谅。应该是我请求你们2个人原谅。 好，要走了，让我最后再抱一下。不了，抱一下。不了。也许再也见不到面了。不敢再欠债了，欠了总是要还的。我还你个清白。 我不会再想你了，你也不要想我。放心吧，我做得到。怎么了？你最近看起来憔悴了。还好吧。人没有疼爱，很快就老了，就像花一样。你能坐回去吗？我有正经事儿跟你聊。好啊。不过在你说之前呢，先让我说2句。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每次跟我谈事情，都要来办公室，可以到我家吗？多轻松啊！那是您很轻松，我会很紧张。明白，你说吧。我已经让财务总监整理好所有材料，和盛达那边对接，等把材料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查，没有问题之后，旧城改建的案子就可以签了。好啊。 皆大欢喜，非常好。这复印2份。好。这次这个新项目我们占30%，不像那不拉斯那个小项目，我们只是跟投。所以这个项目，你这个总经理要负全责。当然了。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随时找我。我虽然退了休，给点意见没问题。这个项目，恐怕您要自己多费心了。哎呦，我老了，你放手去干吧。我不干了。什么？我要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这是我们公司的股权分配资料，您看一下。行，这个是我们公司资料，你也看看吧。 看来你是很坚决。当然了，做与不做，你有权决定。可是这个职能不能够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我觉得没有这么复杂。
我是个商人，最讲究的是利益和回报，买卖与人情。咱们先说买卖吧。你背着我借鸡生蛋，对，我是分了几个蛋，可是，在你分的蛋里边，我可以要多一份吗？行，我可以给你。我不是跟你讨价还价，要压岁钱。我不要是因为我看重的是人情，你知道为什么的？是因为你。就算我知道你背着我跟你的旧情人动用我的资金，我都不肯省。为什么？也就是因为你。那我们回到正题吧。我是个商人，要么就得到利，要么就得到一份爱。我总应该可以得到我的回报吧。我真的佩服你，我佩服你的坦白，能够把你的肮脏包装得如此冠冕堂皇，放在桌面上，真的难得。天窗终于打开了，可以说亮化了。小叶，你应该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吧？你该不会是说爱情吧？好，那我告诉你，和你在一起，我只有一种感觉。恶心，我恶心你，也恶心我自己。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做出这么错的事情。我为了利益，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我大错特错，所以我得改。从今以后，你不会再见到我了。你刚刚说的也很对，总该获得些什么吧？我可以把我挣的一分不差的都给你，前提是你不要再找我的麻烦。好，看来我只能够把我对你的感情放在心里了。等账转了之后，我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谢谢。我想和你见一面。哎，杨总监，我以为黄总就是你们公司最大的股东了，没想到这51%的股份是别人的。也不是别人，是他老婆。哦，哎呦，看来他们家是他老婆掌握财政大权呀，妇女能顶半边天哈。他老婆可不只顶半边天呢。这么说吧，黄总大事小情都得看他老婆脸色。他老婆这么厉害呢？那当然，人家是韩诺集团的董事长，过亿的身价。
合作愉快。哎，好，再见再见啊。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彭总。怎么了，裴总？慌慌张张的。没有，冲杯咖啡喝去。哎，资料都看完了，过了一遍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就哎。哎，我刚才没带电话。老三，啊，小鹏和黄总是父子关系。什么？韩诺集团董事长是黄总老婆，她是离婚以后嫁给黄总的。其实小鹏就是黄总的继子。我的母亲就是韩诺集团的董事长。我给你介绍啊，他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从英国回来是学金融的。他妈妈呢是做实体。现在我想像求我妈一样来求你，求你不要离开公司，不要又丢下我一个。好大的一个套啊，真大，我们全钻进来了。你不是也得着利益了吗？这不是钱的事儿。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能拿钱衡量。
去先吃一只烤鸭，然后弄一瓶上好的红星青花瓷美美的喝半斤，然后再好好研究一下，什么叫士可杀，不可辱。很好啊。哟，郭总那么早啊？走啊！你们都看看啊，要跟郭总学习，知道吗？啊，以后再也不可以出现这种老总等职工的现象啊！大战在即，不敢懈怠。哎，吃饭去啊！你什么班啊？晚班。那你这么早来干嘛呀？刚带嘟嘟滑冰去了，我也没什么事儿，回来歇会儿。昨儿看新闻了吗？没有啊，看着范云写作业呢。我在电视上看见老三了，他跟区政府签订什么旧城改造合同。哎，你别说啊，几年不见，老三在电视上西装革履的，还挺帅，真有点成功企业家那意思。哎，我一直想问你呢，他给你那套房谁住着呢？空着呢。空着呢，你怎么不去住啊？家里够住。哎，多大的仇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干嘛这么着急就走啊？塔拉不是怀孕了吗？她还得操心牧场和旅游点儿，我在这儿待着我也不放心。这儿子搁老范那儿就不管了？不管了，你将来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万一是一只虫子，就喂鸟呗。潇洒。这饭馆啊，还这德行。我记得当年我还拿一双皮鞋，非要换人一盘牛肉。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从来没听你说过。10来年了。你怎么样？活的？活着，活得怎么样？不好不坏。如果活着太累了，就去找我。我那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原地胡来。范荣怎么样？不想说，物是人非。不说就不说了，三儿，你是个聪明人，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你知道。谢谢。3分5费根，小豆的雪糕1毛1根。忙得差不多了，你怎么跟这屋待着？咱们老大呀，睡在这儿，老二睡在这儿，老三、老四睡上下铺，这儿还有个小书桌。对，这米缸、面缸都放在床底下。可不是，4个大小子呢，咱俩容易吗？你说啊？哎呦，就跟进了兵营似的，是吧？这屋啊，我都懒得进来。这臭脚子丫子味儿能熏你一跟头。现在你想闻这味儿吧，还没了。
如果他们现在跟这屋住，我告诉你，我伺候死他们，我都不嫌累，我叫美。那不又活回去了吗？现在该他们伺候你了。我不用人伺候啊，我就把您这位爷伺候好了就齐活。那我更不用伺候。是吗？你厉害，你多能啊，全能你。可有一样，没你这老婆子，是万万不能的。嘿，这辈子头回说真话，好听我爱听。得嘞，走吧，老爷子。你先到车上等我。好，得嘞。不跟邻居们打一招呼啊？哎呦喂，你们这要走啊？哎，我说老郭，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跟大伙打一声，就这么走啊？就是啊，我们的爷爷是。哦，我怕我老伴儿眼窝子浅，我怕他哭。听见没？老郭呀，你这是得了儿子计了，你好福气呀！这您说错了，我不是得了儿子的计，我是得了共产党的计呢。您这思想可落伍了啊！用现在年轻人的话就叫 out。老哥，你这一走，我还是真舍不得。是啊。您放心吧啊，我会接长不短的回来看看老邻居。咱老哥俩该下棋下棋，该喝酒喝酒。是，回头有空到我们家玩去，我还给你们烙春饼。哎，好啊，好啊，让你们家老公呀别这么抠，给我们多买点肘子肉备着啊。听见？您放心。什么葱段啊，香菜段一样不能少，是吧？可着劲儿吃。来，走吧，三儿还等着呢。好嘞。这个我们老两口给大家作揖，谢谢老邻居们，常回来看，谢谢，常回来看看，常回来看看，谢谢，行了，我们这先奔小康了，你们也赶紧的啊，常回来啊，王大哥，哎，奶奶，哦，风车祝你一路顺风。对，奶奶一路顺风啊，都顺风。奶奶亲亲。行了，回见吧，老邻居们。
哟，你怎么在这儿多清静啊？这儿舒服点啊。哎，这季财务报表你看一下吧，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行。帮咱倒杯水呗。嘿呦，看给你懒的吧。嘿，这小账做的啊，这人聪明啊，就是干什么都行。难怪那时候我爸说，这胡同里这几个女孩子属你最贵。那可我可骄傲了。哎，你爸住上新房怎么样啊？心里美着呢吧？好，扬眉吐气，现在是天天夸社会主义好，反而跟我这当儿子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得，吃水是忘了挖井人了。可不是嘛。哎，你坐这儿正好。跟你说点正事儿啊。你辛苦一趟，找到范荣，把这钥匙给他，让他把房子收下。他如果不要，你就告诉他，这话是我说的，我欠他的。如果他不要，这辈子我心里过不去。那他要就是不收呢？他就是想让你一辈子心里过不去，怎么办？我觉得这事儿啊，我觉得你还是得自己去，帮不了你。我想过，我去不合适。一个是我了解他的脾气，二一个他肯定不要，而且他根本不会见我。那倒也是。哎，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别问了，说出来寒碜。不是，那我去了，我说什么呀？我得了解了解吧，知己知彼啊。来过咱们公司有个叫叶小姐的叶琪，你有印象吗？有点印象。我从头跟你说吧。这天有跟你妈通电话吗？打了2个，说挺好的，反正公司呢也有人打理，他就跟他几个老朋友一块儿打打高尔夫、旅旅游什么的。你不玩也会去吗？唉，做了一辈子也该歇歇了。现在是你们年轻的世界喽。那个旧城区改造的项目做得怎么样了？1个字，难啊！哦，现在竞争太激烈了，拿地、贷款、宣传，整个一个运作方式都不一样，国家的政策法规也越来越严了。反正你现在没点实力啊，根本干不下去。简单来说吧，我可以争取到项目，前景也不错，但是缺资金。可是那个项目的效果很好啊，够你干下去的。本来是不错呀，但是老三一直说要撤资单干，他一走啊，得带走1半资金。哦，不过我想，他要走就走，大不了我自己干呢。反正我既然能干成那不勒斯，后面我也不愁干不成别的。只要我能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那好，我问你2个问题。第一，他为什么要走？第二，你为什么不挽留他？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你怎么能干出这事儿来呢？你也太混了。行了，你别说我了，我已经很自责了。那你跟这叶小姐现在怎么样了？没有任何联系，工作上的有些事儿要手底下的人传话。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我站在范荣那边。行，我先不管你站在哪边啊，你有什么感想，咱回头再交流。现在当务之急，你先把这房子的事给我搞定。
知道了，尽力啊。又哪儿没明白？是范荣自己来公司抓着你们的吗？你说呢？不对呀，他平常从来不来公司吧？怎么就偏偏那天来了呢？是不是有人？回答正确。谁呀？我心里有数。反正我对老三呐，那是真的仁至义尽了，就差给他跪下了。蠢啊，笨啊，无能。什么？没听清楚啊？那我再说一次，你这个人啊，是蠢蛋、笨蛋、无能的傻蛋。你这是在侮辱我？我是在调教你。您知不知道“调教”这个词儿在英语里头是只能对狗和妓女用？我是用词正确。再说一遍。急了。急了，证明你有救了。坐吧。我喜欢提问题，我向你提问题，就是帮你解决问题。问：第一，这个企业怎么样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资金链，有钱的就是爷。错，是人才，有人才才是爷，这是一个人成事的根本。第二，如果这个项目没有老三帮忙的话，你可以做吗？那会儿不行，我没有经验，但是现在我能。你现在也不能。为什么？经验是可以学回来的，可是有很多事情你学不到。就好像你对很多事情都是有雄心，可是没有熊胆。老三就不一样，他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一路走到底，就算走到天黑，都可以走出来。他是能够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我承认，我也知道他是个人才，但是人各有志，我留不住他，我也没办法。你没办法？对，我说了，我就差给他跪下了。那你为什么不跪下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啊！你至少让我留一点最基本的尊严吧。什么叫尊严？尊严就是人的精神力量，就算你失败了，你也不能低头。尊严是成功者才是可以享受到的，失败者享受不到的。要得到尊严，第一课要学习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脸撕下来，丢在地下，任人踩，任人踏。那我不就成不要脸的了吗？自古至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朱元璋也做过瘪三，也喝过这种烧白菜、豆腐汤。刘备呢，也卖过草鞋。到最后，他们能够成王成帝，做出一番伟绩，靠的是什么？一个忍字。忍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我好像听懂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如果你真的听得懂，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哎，我年纪大了，是老人家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记住啊，别辜负我对你的期望。为了这个家，我等了这么长时间，真没想到等到最后。
喝点好聊。喝什么喝呀？我现在等你回答呢。你听我回答不了，你别难为我。行，那你不回答也行，你就告诉我你想过没有？想过。怎么想的？我们俩以前好过，后来分了。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俩再和好。成笑话了吗？你想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小鲜肉谈恋爱吗？不想。那你想和一个有钱有势的老人家谈未来？那更不想。再说了，人家那都找20出头的小妞，看不上我呀。看来这老的小的都不成，岁数差不多的还有比老二更合适的吗？没有。你这是挖坑给我跳的吧？你学坏了你啊，反正你学坏了。咱俩之间说点实话，怎么了？是啊，咱俩之间说点实话，怎么了？我这是说你呢，你别老往我身上引啊！你就跟我说句实话，有没有可能破镜重圆啊？要不咱俩喝点吧？这么费劲啊！抓！快拦住我！看你往哪跑！园长，哎，怎么了？开发商的那位彭总来了，还带了一大车东西，说是要慰问幼儿园，您去看看吧。天天，爸爸，哎，你现在当老鹰，带着他们玩啊啊！好的，你捏手啊！啊，开始，来，我们开始吧。一定要走出去，是吧？看看人家国外的幼儿教育，对于提升你们的眼界、开阔你们的见识啊，有特别大的帮助。我个人比较建议呢，去英国。我读书那个城市就非常的不错。哎，彭总，您说出趟国得多不容易呀，我们又不像您条件那么好。哎呀，就是，我要像您一样是个富二代，我也就不用干幼师了，您说是不是？这话说的，这跟你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努力最重要，知道吗？哎，彭总，你们家培养您肯定花了不少钱吧？家里是做什么大生意的？嘿呦，彭总驾到！哎呦，二哥，哎呀，提前打个招呼，怎么也得弄个欢迎仪式啊！这话说的，我大老远送慰问品来的，我可没招你啊！得嘞，替老师跟孩子们谢谢你了。嚯，哎，你们这儿别看着彭总帅就围着不走了，赶紧给司机师傅搭把手卸货。哎，坐，坐。哎呀，大哥，缓过来了。 3年了，要说不想了，那是假的。可这要天天的想，谁也受不了啊。再说了，还有儿子呢。真的，谁都不容易，您是条汉子。不敢当。你们怎么样？听老三说干得不错。还行吧。这三哥他怎么了？ 哎，算了，不说这个啊。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是憋着屁来的。你这慰问品就是糖衣炮弹。得嘞，糖衣我吃了，这炮弹怎么个意思啊？啊，直来直去说。哎呀，二哥，我就说了啊，你说这当初项目是我找来的。 地也是我给弄的，三哥他也是我拉进来干事儿的，现在钱也挣着了，还有这幼儿园，我没别的意思啊，但是你也知道这幼儿园是怎么来的，当初我是把我妈那老年会所硬生生给改成这幼儿园的，兄弟我做的够到位了。没错，这老三嘛，一直念着你好呢。我还真不是说谁念谁的好，我心里面是真把他当哥。 但是你说他这一挣着钱就要拆伙自己单干，是不是有点不仗义吧？你们俩这好好的，他这是为什么呀？您弟弟您还不了解吗？就是太毒，为了他自己那点想法，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就前2天我跟他开一玩笑，我真是开一玩笑，我说您要是真跟我拆伙，您二哥那幼儿园我可保不住了。您猜他怎么跟我说的？说什么呢？他说那我也没辙，你爱怎么地吧。不是，不应该。老三我了解，不是这号人。如果真像你说的，你帮他那么多，他这会儿转身走人是大不对。回头我跟他聊聊。没用，二哥，您是他亲兄弟，他都不管不顾的。我这一生意场上的兄弟，他管我什么呀？不至于，我跟他聊。那二哥，咱们有话先说在前头啊，您可不能说这事儿是我跟你说的，要不然我俩就真走不下去了。二哥懂。郭总，您找我？啊，对，我想问问你，我那房子的事怎么着了？我正要跟您说呢，都差不多了。您看咱下一步怎么办？按规定办，让他收房，交物业费。如果他还不收，你就让物业起诉他。这样不好吧？他毕竟是您前妻，咱就没别的办法了。那好招我都想绝了，用尽了，现在就剩这点阴招了。要不你帮我想个招？我哪有您那脑子呀？那我就按您说的办。行行，那我走了。不带这样的，不要脸。你也不能这么说，人老三的心意明摆着的。别说一套房子，给我一天安门我也不要。他倒想给呢，人民群众也不允许啊。起诉我，拿法院吓唬谁呀？要不然打一辈子官司，看谁笑到最后。我知道你不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我呀还得跟你摆事实讲道理。你听着啊，第一，咱摆事实，到了法院，你可以跟人法官说这房你不要了，老三也可以跟法官说这房压根儿就是你的，你不要也是你的，白纸黑字房本上写着你名字呢。法院不管你那么多，人就看证据。房本就是证据，你打吧，准输。那照你这么说，这房我还非要不可了？这不是我说，这是法律。第二，咱讲道理啊，你看老三在你们的婚姻里是犯了错误，他给你房子，不就是承认错误、弥补错误的具体表现吗？你原不原谅是你的事儿，再说。那你能拦着人家表现呐？再说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改了，不还是好同志吗？闭嘴！你到底跟谁一头的？我当然是跟你一头的，一头的咱也得讲理呀。我最讲理了，是他不讲理，还有你，全是歪理。天天，爸爸到处找你。走了。爸爸，为什么妈妈不来接我呀？妈妈呀，妈妈工作呢，工作完了她就来接你了。妈妈为什么老工作？什么时候能工作完？快了啊！那妈妈在哪儿工作呀？很远很远的地方。那坐飞机能去吗？想妈妈了是吧？爸爸也想妈妈了。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见着她。试试。
就这么个事儿，听明白了吗？哎，反正我听小鹏这么说着呀，也怪可怜的。我是不是该跟老三聊聊？我觉得这事儿你别管。怎么了？我听范荣说这事儿还挺复杂的呢。法院通知我收房，这房我肯定是不要。我也不想见老三，更不想跟他聊这事儿。所以这事儿只能您跟我爸去办。我们怎么帮你去办呢？啊？老范。哦。老范。老范。你接着念，接着念。他一开始啊也不相信，后来看小鹏跟他说的一脸严肃的，就说行，那我跟你去公司看看去吧。哎，结果这一看不要紧，这后边事儿我就不说了。拿这个好玩。这小子够阴的。我带两盘棋。那老三知道吗？他说他心里有数。怪不得他要走。所以我说这老三是走是留啊，你就别掺和了。明白你的意思。柔柔，要不然这房子你留下。行了行了，以后你们的事儿啊，我不管了，行了吧？啊，一天到晚操关系，真是。老三让你跟我说的。是啊，今天来他就是让我跟你说这事儿。他说幼儿园的事你别担心，他知道他这一走，小鹏肯定拿这事难为你。他说他想办法。事儿不能让老三一人扛着，我得好好想想，收拾这帮家伙。哎，我说，哎，这个旧城改造项目，我们公司可是志在必得啊。这个标书我们花了大力气，字字斟酌的努力写出来的，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您提提意见。这次投标啊，所有的标书我都看过了，包括你们的。那做的非常漂亮。这个程序的事啊，你是明白的。所有的商家呢都一样，没有什么谁高谁低。那接下来呢，就是比对条件，看看哪家有信誉，哪家条件具备，最后决出胜者。那我说啊，我觉得我们公司给出的条件，这可是在所有商家里面也算是在前面的吧？能给你竞争的。也有几家呀，咱就不绕弯子了，您就直说吧，我该怎么办？为了确保工程能够顺利的按时交工，商家中标，要求商家呢在我们指定的银行存入总额的15%保证金，在这工程期内，如果这商家有任何的违约行为，这笔款呢就不退还了。如果你能够把这15%的数额主动的提高到30%，那么你企业的诚信度就会大大的加分，都加分了，就能战胜你所有的对手。我的意见呢，你可以考虑一下。都临近招标了，这资金呢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喂，谈的怎么样了？哎，谈完了，您等我啊，我马上过来。照你这样说，时间是有点久。那你的问题是？就是资金啊，
但是只要有你和老三的资金，这个项目我们就铁定吃下来了。那你还犹豫什么呢？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把面子丢在地下，直接去找老三，晓之有理，动之有情嘛。我知道人我会去找，事儿我也会去办。但是如果说要是这样都拿不下他了，如果拿不下来，我也撤资。大哥，我求你最后再拖我一把。1个月以后就是投标会，如果中标，我要交30%的保证金。但是我现在手里面只有15%。如果这个项目成了，那就是我们俩双赢。到时候有品牌有业绩，你的资金会翻现在好几倍的。有可能，但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分开最好的时候。你我如果再合作下去，恐怕会两败俱伤。为什么？我们现在合作的不是很好吗？现在是，将来呢？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会变的，你我同样。到了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为了利益，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之所谓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那又怎么样？大不了我们试图 PK 一场，老虎跟猫决斗，不是很精彩吗？生命里面需要这样的挑战。你是不喜欢呢，还是不敢？我不敢。战斗还没打响你就认输，这不像你啊！我不允许自己输。可我又舍不得看见你败，那样的场面不好看，所以还是好聚好散吧。
那就是我劝不动你了。要走，你就潇洒的走。谢谢。不必。到时候，我会给你一个隆重的欢送仪式。郭总啊，特意给我们交代了，这是他离任之前最后一件事。他说，等你们收了房，他就可以踏踏实实的离开公司了。这里就是了。哦。范女士，欢迎您回家。哎，慢点，慢点。这，哎，别磕着，别磕，你瞧瞧。爷，你看这沙发真软。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不打扰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给物业打电话，我们24小时服务。好，谢谢啊。不客气。漂亮。爷爷叫你来阳台看一下。哎。哎呦，这把牌全给你妈干死了！我踢。什么牌你就踢？你管着吗？哎，厉害，你厉害！哎呦，在。哎，有藤张四。2包占了。1-5。不是你会玩牌吗？不是你诚心不想玩吧？哎，我就不想玩了，怎么了？不是见天这么玩有意思吗？不是你急什么呀？你急？你以为我们愿意玩呢？不是没活吗？这不是？写的什么玩意儿？看看谁急了。哟，二爷。什么二爷呀？叫董事长。郭总，坐。董事长，那个喝点什么呀？
有什么呀？红星二锅头跟这北冰洋汽水。行啊，哥几个啊，这日子过得够滋润的啊！滋润什么呀？连业务都没有。哎呦，锅捧来了！哎，开始吧。Ladies and gentlemen， 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酒会。今天这个酒会呢，一共有3项内容。第一项就是为了庆祝我们盛达房地产公司顺利完成那不勒斯小镇项目的庆功宴。第二个内容呢，我要宣布一下盛达房地产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第3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全体同仁欢送郭晓阳总经理的告别会。好，那废话不多说啊，咱们紧接着进行第1项内容。你不跟我说这哥几个干得挺火爆？那是以前，二哥，现在不行了。人家搞的都是全国的连锁物流公司，上网就能收发件，咱这游击队没人信了。那就赶紧改革呀！改革？谁改啊？您瞅瞅我们这几块料，这拉倒。这不想指望您吗？您不也在老乡家里养病呢吗？所以说啊，您别老在油灯下给老乡的女儿讲什么战斗故事了，您赶紧回到革命的洪流中来吧。我们还等着您那根红星闪闪放光彩，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呢。对，你们是指望不上啊，我也没辙呀。不是歇菜了？别急，我没辙，他有辙的人。谁呀？招人啊，登报招人才，咱跟着人家干啊，给人打工，行吗？那你呢？我还是董事长啊，我负责高瞻远瞩。对，高瞻远瞩。我一会儿就给报社打电话。对啊，得嘞。然后呢是第2项内容，有关于盛达房地产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我宣布，从明天起，盛达房地产公司将全面停止一切有关于房地产经营的事项，转型成为女性用品生产企业。简单来说，本公司将成为韩诺集团旗下子公司，为韩诺集团生产卫生巾。什么？这他这太大了！不错，大家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而且请你们相信我，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难受。我必须得承认，我在房地产经营领域里面是一个有勇无谋的领导者，以至于在郭总离任以后。我自认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带你们走下去，所以在此请大家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对不起。还有，我知道很多人都打听过我的家庭背景。也打听过我的资金来源，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我的母亲就是韩诺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说，我投资房地产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妈卖卫生巾挣来的。以前我不敢告诉你们，我觉得不好意思，丢人。我也希望我家里面是做煤矿的，是做金属的，是做金融的。但是我跟你们一样，我没有办法选择我自己的家庭，但是我选择用我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它，所以我才跟郭总一起创立了盛达公司。我是为了摘掉我头上这顶卫生巾之子的帽子，可惜啊，好景不长。今天本来应该是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候，但是我只能站在这儿宣布盛达品牌就要成为历史。对不起，彭总，我想打断您一下，啊，您现在这个心情我是特别能理解，但是我本人想说几句比较现实的话。您看，现在站在这里，咱们公司这些员工基本上都是干房地产出身的。你现在突然间让我们大家转行去卖什么卫生巾，那我们不会呀。没错，我们房产总部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优秀，让我们到商店去卖韩诺卫生巾，对不起，我们丢不起这个人。不是，哎，我说句最难听的啊，我觉得您这就是在变相的逼我们离开公司啊！啊！我真觉得是这意思。我要求公司赔偿我们所有损失。必须赔偿。我明白，是我欠大家的。我已经跟财务说了，每一个想离开公司的，多发1个季度的薪水，就算是我表示对大家、对公司贡献的感谢。那咱们现在搁这庄木墩上开什么庆功会啊？哎，大家伙子们，赶快快点走人，走了散了啊！哎，记得给我们钱啊，不能少了，给我们钱啊！别忘了花钱啊！这是里面。我知道场面很难看，但是我不怪任何人，要怪就怪我自己。对不起。老三，老三，呀，王总，不好意思，这走也没跟您打个招呼。哎，怎么会搞成这样啊？我也没想到，彭总做这个决定有点太突然。我也明白的，你这一走啊，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跟他说句对不起。可我又觉得说出来吧，反而觉得虚伪，话到嘴边也没说。你也不必自责，我很了解。不过我觉得你这次的决定呢，有点草率。您可能不知道，下这个决心，我思考了很久。我知道是你把他送上战车的，没有你呢，也没今天的盛达。不过我以为啊，以你的为人呢，你会再送他一程，没想到，半道你就把他丢下了，所以他就变成无头苍蝇了。您是想说我不仗义？哎呀，怎么会呢？
现在又不是什么打打杀杀、说仗义的年代了。可是他不明白啊。前2天他跑到我那边哭着跟我说你不够仗义啊，怎么的啊？幼儿园的事情呢，他帮你立个大功，就算你不做了，他也会保住啊。你呢，在他心目中呢，永远是大哥。我还批评他，说你太年轻了，你不成熟。一言难尽。哎，反正您抽空帮我多劝劝他吧。好。不过你也抽空想一想，我觉得你能够留下的话，也是件好事。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个老人家了，多管闲事。那我先走了。公司还有一些账务的事得处理，把该还的钱早点还上。明白了。好了，再见。哎。你又回来了。来看看。聊聊。好。基督山伯爵，我看了第1部小说。那会儿我还小，但是那会儿我最羡慕他，羡慕他可以行侠仗义，羡慕他可以报仇雪恨。你是蜜罐里泡大的，哪儿那么多仇恨呢？没什么可羡慕的。我有吗？我恨我妈呀！要不是她，我怎么会有这个卫生巾之子的名号啊？狭隘。他给了你令人羡慕的生活。是。你说的这个我也想过，这应该不是我恨他的真正原因。我真正恨他的原因，大概应该是几年之前，他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离开了我爸，以至于1年之后，我爸走了。我想报仇，但是我手里没有剑。直到我遇到了你，我觉得你就是我的那把剑。你过奖了，我就是块烂石头，顶多是又臭又硬，磨不成剑。但我原来以为你是钢，还是块好钢。我甚至还有点崇拜你。我把你当我的偶像，直到那天晚上，
发现你就是块石头，烂石头，很烂。我恨混外脸，我觉得你无比恶心。回答正确。你不要跑！对，那天晚上就是我把范荣带来的，就是我告的密，就是我让你的丑态大白于天下。但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跟叶琪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心里面的嫉妒和恨也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我的那个偶像，他了。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不是失望，绝对不是失望，是心碎，是难过。这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看到我妈跟一个陌生的男人接吻。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从此以后我就是一个人了。我想跪下来求他，求他不要离开我，不要丢下我一个人。但是我做不到。我还想求你。我要求你不要离开你的家，好好的去爱范荣，哪怕就算你有时候做点坏事，我可以帮你。可是我又做不到。现在我想像求我妈一样来求你不要离开公司，不要又丢下我一个人。我又做不到。我说了，要走你就潇洒的走，字我已经签了，你明天自己来办手续，我就不过来了。明儿早上9点，你通知各部门开新项目的策划会，我主持。
那我再捋一遍啊，这过几天马上就要跟政府签约了，30%的保证金打过去没有？昨天就打了。黄总的投资合同也已经签了，你赶紧跟他们财务对接，一定要提醒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他们公司的全部材料。政府项目的审查非常严格。嗯，我明白，你放心吧，我会亲自审核的。下一件事儿，我可以喝口水了吗？你就是操心的命。本人交通大学管理系毕业，应聘职位总经理，薪资要求每月8000。拜拜。必须有五险一金，必须有3餐一补，必须解决住宿问题。拜拜啊。2年之内保证解决户口问题，3年之内保证婚期不少于3个月，4年之内要保证产假不少于6个月。对不起，我真娶不了您。你是毕业英国伦敦的？不是什么玩意儿？英国伦敦？哎呀，奇怪了，去你们办公地方啊？啊 ，sorry， 你走错地方了。这什么人？我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经济管理系，应聘目标普通职员，暂时没有任何要求，工资待遇老板随意。你这么要求？那个，你叫什么呀？叫詹姆斯就行了。不是，姓什么呀？姓 J。多大了？21岁。结婚了吗？没有。有小孩吗？有小孩没有？人还没结婚呢，哪来的孩子？缺心眼儿啊！哎呦，董事长，来，快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董事长。你叫什么司来了？这叫郭董。行了，甭介绍了，孩子是我叫来的。这您儿子？哎，上个月我还见着，这长得也忒快了，这。告诉你们，二小姐的儿子小乖。哟。嗨，大侄子呀！同套近乎啊！打今儿起啊，小乖就是咱公司的总经理，你们哥几个有一个算一个啊！哎，服从命令，听指挥。得嘞，这回齐了啊！咱老哥几个算是挂上洋枪了啊！小乖，说两句吧。好。论辈分啊，我应该管各位叫叔叔大爷，但是这也是公司。我们同时需要面对的是残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亲情，只有严格的上下级关系。我希望我们能够组建出一支专业的团队，在系统化的管理下，合理的融入市场，真正的打造出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专业品牌。1号，到，3份订单，天津、廊坊和大同。2号，到，大连货已送达，石家庄货在途中，预计明天上午8点送达。3号，到，跟货主联系完了。货主说2000块钱送到上海行不行啊？2000，你让他再加500就签。OK。行了，你老都歇着吧，我去给你们买点夜宵去。这班天天加的，叫号你还得答应，跟号里都没去。没让你丫手上签吧？啊？怎么着？服不服？服，哥们儿跟钱没仇。你们还别说，这小子还真有2把豆，咱们呀得好好跟他学学。哎，这话中听，像个人话。哎，想什么呢？不是，我这儿正琢磨呢，人家这孩子天天叔叔大爷的叫着啊，可这干起活来这小脸绷得跟这门板似的。哎，不是，他到底谁是大爷？知识就是大爷，啊！这爷俩可够硬的，之前一点没看出来。
再搁那么混，你会死得很惨。我知道。打算跟他们斗吗？必须斗。行，我也不问你想怎么斗，只是记住了，扛不住的时候，后边还有个二哥呢。我上去给他一大嘴巴，剩下事儿归我。只是这幼儿园保不住了。保得住。要跟人撕破脸了，怎么保？撕不住，因为我根本就不会给他一嘴巴。那我还是帮不上忙。能帮上。说，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道理我懂，可得小心这狗急了跳墙。你这话倒给我提了个醒儿。不过别怕，二哥有打狗棍，而且棍法还不错。哎呀，合同也算是签了啊。万里长征就开始了第一步。那么问题就来了。对方预算已经发过来了，咱们得按时把款打过去。这是行规。你把预算给我看一下，然后我马上安排财务给他们拨款。还有事吗？没有。那我忙去了啊。OK。小袁，你记着，没我的指示，账上的钱1分钱也不许动。我明白，你放心吧。我都到了，回来跟你说啊。您好，请问您找哪位？我找张总，我跟他约了下午3点，在他办公室见面。您稍等，我打个电话。哎。您说您想做一个幼儿园，这绝对是您最好的选择了。你看，咱们1楼的话哈，就可以作为这个接待室啊，然后这个餐厅，包括孩子们的教室。我们2楼、3楼呢，就留作孩子们和老师的这个卧室啊，而且咱们还可以改造出一个小型的浴室。你看啊，这房子是挺大的啊。这孩子在哪玩呢？哦，我们赠送了一个超大的地下室。我们可以把那儿改造成一个多功能的游戏区，要不咱们去看一下？哎，谢谢。哎，张总，哎，你好，我是裴小云。郭总让我来找您谈一下幼儿园合作的事儿。这地下室得多少平啊？将近230平。啊，你要是嫌不够，还可以加盖。行，上去吧。这不是还没干完呢吗？着什么急啊？不见天儿，让孩子们摸黑玩啊！您看这边呢，您可以砌一组小滑梯啊，包括这个摇摇马跟转椅都没问题。那边的话呢，咱可以做砌一个小水池，啊，然后前面这片小树苗咱全部都可以移走，然后到时候您可以挖个浅坑，填点细沙什么的。行，您就甭帮我设计了，告诉我多少钱吧。这套呢面积比较大。所以呢，我可以帮您申请个95折。要是您能一次性付清的话呢，我再可以给您一个折上折，我都帮您算过了，一共是954万8。哎，等会儿啊，你们那广告上不是说500万一套吗？啊，您说那是小户型。和这广告都是骗人的啊！那我们这广告可不是骗人的，您没看清。您看，这是每套500万起。哎呦，这起子有点小。真会卖啊！我说啊，其他地儿咱也甭转悠，天下乌鸦一般黑，哪儿都便宜不了。就咱俩这兜里头，加一块也不够。得想辙，还得赶紧。我还就不信捣鼓不出一幼儿园来。哼，
您还真别较劲，要不把那幼儿园关了。放屁，这是缓兵之计。什么时候有钱了，咱们什么时候再说呗。放屁！我不放屁了，行了吧？我车里听音乐，我还就不信能憋死我。慢点吃，嗯，锅里还有呢。吃饱了吗？饱了。这有日子没吃家里做的饭了，真香，够棒的。给你沏杯茶去啊。你赶紧跟我说说那幼儿园的事儿，我这急着走呢。那事儿啊，说实话，人家不太愿意接。那因为人家那是高级幼儿园，人用的都是外教，费用高。老二幼儿园那些家长人未必接受得了。要是用你说那办法给咱们的孩子单开一个小班，人家不愿意，怕砸了自己的招牌。结果呢？结果人家张总说了，就凭你们俩这交情，人家愿意帮你这忙。但是必须用人家几个外教，啊，一个月大概应该是3、4万吧，这样能保证教学质量，这钱得咱们出。明白了，这钱我出。你这事要不再考虑考虑啊？你管得了一时，管得了一世吗？以后迟早是个问题。我跟你说，将来咱们再说将来的，先顾眼巴前这点事儿。我就一个要求，赶紧安排让咱们的孩子转过去。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我再跟他们聊聊去。你聊什么呀？你跟人家聊，人能不要钱吗？我再想办法呗。你想什么办法？你就听我的，明儿带着钱过去，赶紧把合同给我签了。好。对了，这事儿千万不能让老二知道了，他一知道又麻烦了。你说你们这哥俩吧。行了，这事儿了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总工就该开始了。哎呦，那可是大事儿啊，你得想清楚了。哟，三舅来了。哎，啊，嘿，你怎么在这儿？呵，还吃上了？这蹭口饭吃。背着我跟我前任这儿约会，胆儿够肥的。你别当着我儿子胡说八道啊！儿子都知道。不是，你怎么来了？我谈工作啊，这董事长找总经理谈工作正常嘛？大买卖。行了，那你们聊着吧，我走了啊，把衣服给我。我一来就走，这还是心虚啊！虚的厉害。管不了你了我。走，老三，我送送你。好嘞，告诉你没憋好屁啊！我了解他，他是我兄弟，就是一坏人。让人就倒杯酒去。见着你三舅，我心情不好。你打算就这么一个人，没人照顾你了？以后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哎，跟范荣真就一点戏都没了。你跟老二呢？又来了。谁也别说谁啊。行，不愿意说这段我就不说。但我有一种感觉，你早晚有一天得落我们老二手里，成为我们老郭家的儿媳妇。不能够。怎么呢？我最多也就是2个孩子的妈。天天小乖。行，你别嘴硬。我跟你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走了。我怎么认识你们这哥俩了呢？我说的这几种形式啊，无论是商务操作还是教育理念，在美国那边都有很成功的案例，而且有的模式已经移植到了中国，很受家长的欢迎。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效仿。哎，你先坐下，别倒着转，眼晕。你说这商业操作啊，那开连锁店什么的还有点意思。可你说这教育理念，就狗屁不通，是吧？什么请个老外教英语啊，学钢琴、学电脑、学古筝啊，还有你说那什么记忆强化班，全都是扯淡。孩子需要什么？撒泡尿和稀泥，那叫手工制作；骑马打仗，练的是身体，培养的是团结；爬树上房，
那练的是技巧和胆量啊。小时候没二舅带你爬烟囱、掏鸟窝，你能有现在这两件？二舅，您说的那套啊，都过时了，真的。要照您那么说啊，咱幼儿园2天就得倒闭。二舅就是给你打个比方，说的有点夸张，但你得想一想，这孩子需要什么？孩子需要阳光，需要小草，需要小鸟，需要跟天和地近一点，懂吧？哎，吴叔，哎，什么？工程款还没打过去？不可能啊！这我早就交代办了。哎，那奇怪了啊！啊，那没事没事，我知道明天到期了。这样，我现在就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好吧？啊，哎，好嘞好嘞。喂，财务吗？哎，我找裴总。哎，你们俩怎么来了？有事儿？人家在催工程款，我找裴总，裴总说你还没有签字，我过来问问怎么回事。裴总，劳驾，给彭总倒杯水。不，喝什么水？咱们先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你先坐下，坐下说话。老大，咱们要是过了合同期，这麻烦可就大了。我知道，不是还有1天吗？这个钱在咱们账户上趴着，搁1天就多1天的利息。你知道这么多钱1天的利息是多少吗？这大钱咱得赚，你小钱也得算啊。这样，真是，您真是我老大，我真是服啊。单子带了吗？这儿。我马上签字，然后你就去放款。1天的利息咱就不要了，省着彭总心里不踏实。不，1天利息也不少钱呢，我知道。那明天打吧，明天打没事。明天打。明天打。好，那也好。明天把钱打过去，咱们就可以开工了。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正好你在，我给你请个假啊，给我订张机票，找个海边，让我去晒晒太阳，度几天假。哎，要不要一块儿去？我是挺想一块儿去的，但是公司不能没人，对吧？你去，我留着看家。好，那辛苦你了。那我给你看机票去。准备好了吗？可以冲佛口了。步儿慢点啊！戒了啊！乖，哟，这师傅真不容易，1礼拜跑2趟大连了。嗨，谁让咱车不够用啊？回头多发你点奖金吧。是啊，车本来就不够用，这二爷呢和小薇子，一天到晚的把一私车干私活，秘书啊，他有点意见啊。那怎么办呀，秘书？要不您揍他们一顿？我揍他们，这俩活阎王。咱可惹不起，惹不起。对了，小白，你能跟秘书透露一下吗？这俩活阎王一天到晚都忙什么呀？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他们老往郊区跑。
郊区跑。宇哥，咱们这瞎折腾啥呀？人家二小姐不是都说了吗？幼儿园的事儿，老三已经都给安排好了。凭什么让他给安排？你这人啊，我没法说你。老三是你亲弟弟，人也是好心好意帮你啊。凭什么我亲弟弟安排了我就得接受？不是你人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你不能有点进步啊！我告诉你，贝子，我要接受了，那就叫退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事儿你不能往自己那儿想，你也替孩子想想。我怎么没为孩子想啊？咱这么说啊，人家是国际幼儿园，孩子打小就跟着老外一块长，再等长大了，一张口都是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腔，逮谁毙谁。再说了，你瞅人家那硬件设施，一个比一个好，学出来就是1顶1的假洋鬼子。对了，不反对孩子学外语，那学得了方便跟外国人交流沟通啊。照他们那教法，那是得学会了给外国人鞠躬。中国孩子就得有中国人的样，得有中国人那劲儿，老祖宗几千年留下的玩意儿，这孩子们得给我接住了。您是二爷，您真二爷，您就是正能量本人。先生您好，请问您几位？一位。随便坐。请问您要喝点什么？来杯啤酒吧。好的。来，我们先小小的庆祝一下。最近你受了不少委屈啊。什么意思？明天转账。我都安排好了。那你就可以轻松一下了。最近公司上上下下，他忙得够呛。我也已经答应老三给他放假，大家都喘口气吧。不错，应该给他放个长假。也不能太长，公司还有好多事儿。1个月好了。1个月太短了，我要他永远放下去。什么意思？我不想再见到他。你要炒他，可他是股东啊。他是打工的，以前是，现在也是，将来也是。可惜啊，他被炒了，没有将来。那他的股份呢？放心，他1分钱都拿不到。我要让他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好吧，明白了。也挺可惜的，他怎么说也算是个人才。对，就因为他是人才，所以我才拉他一起来搞股票，让他们2兄弟自相残杀。后来败了，我就拉他到我的地产公司。再后来，我就把你们2个拴在一起，搞盛他，利用叶琪和他的隐情，帮他挪用公款。就因为他是人才，才能够帮到你。可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再跟他合作的话，就会养虎为患。我可不想当东阁先生。先生，不好意思，已经过12点了，我们要打烊了。
真是都12点多了。哎呀，新的一天开始了，该结账。丢啊丢啊丢手绢儿，轻轻地放在小牛的后边儿。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儿快点儿抓住他，快点儿快点儿抓住他。彭总，找郭总，对啊，我找他签个字。他休假去了，没什么急事的话，过2天再说吧。啊，好，我知道了。那你让那个财务来我办公室一趟啊。哎，好。Come in。彭总，你找我有事啊？哟，李姐，好多天没见着你了啊！我歇了1周的年假，这不今天刚开始来上班吗？啊，哎，裴总呢？我们俩倒着休，他今天开始休假。哎，那他那个工程款的事儿告诉你了吧？哦，他交代了，他说下班前打过去就行了。哎呀，都是这点利息闹的。哎，算了，咱们不要了啊！你现在就把这个款啊给他打过去，打完之后告诉我啊。那好，我现在就去办。嗯，去吧。转账，何必呢？来，喝茶。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我把借你的钱，还有你应得的回报，1分钱不少的打在你账上。我不是叫叶琪通知你了吗？你这个钱不用还我，算是我的投资吧。啊，等这个项目好了，咱们来结算。你知道的，我喜欢跟你共事啊。该结的还是结了吧。本来呢，这钱不是从你手里拿的，应该让叶琪来交接。但既然大家现在都心知肚明，我也就明人不做暗事，还是亲自来，也表达一下对你的感谢。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暗事做了，你来做明人，哪里这个道理？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大家看的是结果。暗事是我做的，您的利可没少得，所以这样的暗事，哪个商人都喜欢。
采取的一种告别方式。但事已至此，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很抱歉，属于我的钱我拿走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愤怒，甚至想和我拼命。你放心，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不会躲着。今天，我会在我们第一次谈创业的那家餐厅吃午饭，你敢来吗？先生，现在点菜吗？出去。为什么？请坐。很想跟你一起喝一杯酒，叙一叙我们一起走过来那些创业的日子，憧憬一下我们未来各自美好的生活。但很遗憾，我们走到了如此尴尬的境地，连喝杯酒的心情都没有了。来，我敬你一杯。为什么回我？感谢你拉着我一起做项目，让我挣到钱。为什么回我？我再敬你一杯。回答我问题！这杯酒，我敬为你担心竭虑、出谋划策的继父黄总。喂。啊？他跟你在一起？想喝一杯吗？你都知道了。你们父子俩可以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让我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佩服。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通常继父和儿子的关系都一般，更何况是你最恨的通过婚外恋结合的继父。可你的继父呢，能为你处心积虑，你又能对他俯首帖耳，父子感情可谓是血浓于水，令我赞叹。你侮辱，是你先侮辱的我。你侮辱了我的智商，侮辱了我对你的信任，更侮辱了我的善良。所以你今天做这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报复我？这不是报复，这是你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回去查查账吧，属于我的资金我少拿了10%，那些钱我留给你，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再给我一次机会。酒喝不成，朋友也做不了了。
不会放过你的。疯了！爸，跑了。他不是跑了，他是慢条斯理的走了，真他妈蠢！你也别生气了，先解决目前的问题。工程款怎么了？我跟他们商量过了，我先打一部分过去。但是我这2年所有的钱都已经排进去了，您看，后面的钱您能不能帮我先出了？我哪里有这么多资金啊？连给你图资的钱，你妈都还没批呢。老三没还您钱吗？还了，1分钱也不少啊。可是，也不够填你那个窟窿啊。爸，事到如今了，您就有多少您就帮多少吧。您先把钱汇到我账户上，行不行？越快越好。与其你在我这里想办法，倒不如你直接去找你妈。这个项目是非常好，你好好的跟她说，可能这次她同意呢。妈，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妈她巴不得我赔了，然后回去做那接班人。这种时候她怎么可能借我钱？爸，您要是这会儿不帮我，你可真就坑苦我了。孩子，你这个话就不对了，我怎么坑你了？啊，你的项目我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现新锅的不声不响的跑了，我的损失也不少啊。行，那您说怎么办吧？你马上就想办法找资金啊。我也去找几个朋友谈谈吧。我那您尽快吧。这2天我的心脏不好，本想到医院去做检查的，唉，祸不单行啊。我先走了。我们不可以白白被人欺负。撑着我干嘛呀？再问你一次，搬是不搬？刚不是说了吗？不搬。跟你说呀，你现在要是不搬，人家可能就来强搬来了，到时候你再想搬来不及了。叫他们来试试，我一人灭他们全体。你说这些都有用吗？这人家的房子，人家的地，租金我1分没少的交给他们。人家现在不想租了，行不行？不行。哎，我说，你也替老三想想，行不行？人把那边都弄好了，你就把孩子们带到那边就完事儿。我不乐意。孔子曰：“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做。”行，我看出来了，你是专门来给我们作对的哈。哎，你不动手是吧？我来，我把孩子们都带走。你领不走？你看我领走领不走？真领不走。幼儿园今儿放假，这儿就我一人。要不你把我领走得了？嘿，你领走我干嘛呀？混蛋吧你！又叫我小名儿。你就是一混蛋。小磊，我跟你走。我锁门去。谁呀？开门，
来嘛，看着孩子，那一个看不着了。怎么了？哪儿去了？去妈那儿了。老爷子想孙子了，凑合看看我吧。喝，一人这喝闷酒呢，那这凑合喝吧。太惨了点儿啊！哎呀，哎，对了，公司那事儿怎么样了？还是真让你给说着了，没留住，最后给这人一大嘴巴。早跟你说了，这行的就欠抽。剩下事儿就别管了，就我办了。剩下事儿都了了，现在就差你这点事儿了。我什么事儿？二小姐跟我说了，幼儿园你不搬。不搬。我就知道你也给我来这么一手，所以我早就告诉他，这事儿就别跟你说，到时候神不知鬼不觉一搬，你也就没辙了。他能不跟我说吗？敢不跟我说吗？他是我的兵，你当人面这么说去，当他面还不乐意说了。哼，哎。二哥，我知道你怕花我的钱，你呢也不愿意我花钱。反正从小到大吧，咱哥俩都是各干各的，让外人一看就跟不是亲的似的。其实呢，咱哥俩心里都有。这幼儿园这事儿啊，你听我一回，啊，算我求你。这是你新幼儿园的那个地址，上面都写着呢。明儿早上9点，咱俩那儿见。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算我这当三叔的给孩子个礼物，行了吧？不是，什么事儿都有你呀。甭这么看我。拿你那套吓唬别人去，跟我没用。多少年了，我都让着你。你让着我？不知道啊。哎呦喂，什么岁数了，还来这一套呢？真土！歇吧，啊。喝不喝？咱那同学大头你还记着吗？哪大头啊？咱班那小时候我老打的那个。哦。哎，我前2年听小薇子说，他不是出车祸了吗？快要死了都，救过来了。前阵子路上碰上他，开一大宾利呢，后边跟俩保镖混起来了。啊，什么事呢？是个人就比咱分了。
您再宽限我2天时间好吗？您跟上面说说，我现在是真没有办法了，就2天时间，就2天。这不是我说的事儿，大家都正按合同执行。你不交钱，这合同就得终止。不是，我知道的。不是吴叔，你得跟他们说说，你让他们了解我家实力。我妈是韩诺集团董事长，这点钱算什么呀？赶紧的，给你妈要钱去。不是，吴叔，吴叔。彭总，我要辞职。彭总，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没必要这样。你应该对你的员工尊重一点。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你没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你听到了吗？啊！你们这帮烂人，听到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全跑过来跟我辞职，怎么着？你们是觉得我完蛋了是吗？我以后照样开豪车，照样住豪宅，照样天天泡妞，我过得比你们这帮撸子都好，好10000倍！滚出去！现在他妈的就给我滚出去！我不再是你的员工了，所以你再废话，我就抽你。喂，是我。现在给我把人叫齐，我要看着这帮孙子完蛋！好久不见了啊！可不是嘛，大伙儿都忙啊。咱上回见面还是商会活动的时候，是吧？没错，坐吧，客气啊。哎，怎么样？啊，都准备好了吗？差不多。这他们在那边装车，我这边负责接应。啊，这么小的事儿，还麻烦您大驾。没办法，这家里头的事儿。嗯。前2天裴总来过了，把这个合同签了，您看看。行，我瞅瞅。不对啊，张总。这裴总跟我说，这外教的费用不是我们来出吗？我看这合同里没体现。嗨，说这事儿啊，我还得向你道个歉。你没跟我说裴总的身份，如果你要是说，我哪敢要这钱呢？不是，您说这裴总什么身份？我没听明白。老兄，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们这家幼儿园可是富强基金投的，明白了吧？没明白。不过这富强基金我知道，那是一家很有实力的金融公司啊。裴总，就是富强基金的财务总监。啊，我的级别低，没有见过裴总。他第一回来谈的时候，我是坚持要这个钱的。等他第2回来的时候，跟我亮身份，吓我一跳。你要是见着裴总的时候，跟他说说啊，这叫不知者不怪嘛，啊。富强基金的财务总监。二爷，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吧。行，装好了，你们就先走着。我一会儿带小天儿坐2小检车走。行，那我们先走。哎。走吧。你开车带小天儿到前面路口先等着我，我自个儿再转转。好。去。走了。
哎呀 ，pose 摆的不错呀。刚学的。知道我干嘛来了吗？听我们家老三说了，他说他抽了你一大嘴巴，挺委屈，找二哥哭来了。怎么着？让二哥搂着你哭会儿。哎呀，我怎么觉得该哭的是你吧？这老窝都快让人端了。就你们这几块料，恐怕还真端不了。咱试试。试试。把这给我清了。来。太俗了这套路。小时候1分钟我能玩7遍，过时了。那你给我玩的哑的呀？二哥这正玩着呢，没看出来啊？忒嫩。今儿二哥呀，给你们唱一出《空城计》，京剧名段，够哑吧？空了，哎，早搬空了。打小我就跟我弟弟说呀，碰着那贱人，大嘴巴抽他，出了事儿，二哥扛着。没成想他真这么干。钥匙。粘上了，这个也粘上了。他们也该到了。你放心吧，只要孩子们一到，就能马上正常上课。真的太谢谢了。哎，客气客气。你看见没？说曹操，曹操就到，这电话来了。哎，小云怎么着？到哪儿了？什么？不来了？哎呦，我这一头雾水，不知道呢。行，等你过来再说吧。哎，行，我先挂了啊。得嘞，这回算是把老三给坑了。说吧，这是带我上哪儿啊？怎么着？害怕我们爷儿俩把你给卖了？认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我。哎，你是不是看见我倒霉特高兴？还笑？咱上哪儿去？知道吗？来，找你爸爸。怎么样？嘿，真漂亮还。到了，就这儿了。什么就这儿啊？我的幼儿园。你的幼儿园？来，就这儿。哎，小乖，你怎么在这儿呢？不给一个惊喜吗？怎么回事啊？这是二舅的创意，寄宿制乡村幼儿园。怎么变出来的？二舅买了些农民房，亲自设计装修成了理想的幼儿园。我负责在网上帮他宣传，没想到这么受欢迎啊！这是咱开园第1天。你二舅真行，就他主意最多。妈，我觉得咱二舅他真不是一般人，要不您再考虑考虑。我考虑什么呀？我考虑小屁孩子说什么呢？反正我把他当亲爹。
真酷啊！啊，是吗？现在啊，我们有请咱们乡村幼儿园园长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先欢迎大家来到咱海天乡村幼儿园啊！这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咱这幼儿园跟其他幼儿园不太一样啊。咱这儿的孩子可以学英语，但你得知道跟大人说话得说您，不能说你。咱这儿孩子呢，可以学钢琴。但你得能听出这喜鹊怎么叫，布谷鸟怎么叫。咱这孩子可以学电脑，但他也得看到这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咱这孩子可以上那技艺训练班，但他也得知道这颗种子几月份种下去，几月份能长出苗来，几月份开花结果。在这儿呢，孩子们能看着这些蚯蚓是怎么爬的，这树上这小鸟是怎么搭的窝，这蜜蜂呢怎么采蜜。在这儿，孩子可以在这山坡上尽情的奔跑，在这小河边放声歌唱。这晚上睡觉啊，他能数着星星进入梦乡。这些都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现在也是人到中年了，也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放弃，有些事情是值得珍惜。这新事物未必全都是好，旧物件往往值得传承。孩子们可以唱《蓝精灵》，可以唱《黑猫警长》，可以唱《葫芦娃》，只要他们喜欢。但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得给他教一段麦术。得让他们知道这其中的滋味。
这回行了，老二带着儿子占山为王了。他俩可真行。哎呀，把我都蒙在鼓里了。你们家一家子骗子，我算服了。有我什么事儿啊？你，书记演的最像，富强基金的裴总监。嗯，我把这事儿忘了。嗯，真是不应该让你上张总那儿去。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纸里包不住火。这事儿是我骗你了，对不住啊。行了，是我对不住你，我让你这么一大总监跑我这小公司来打工来，那有什么的，都是哥们儿嘛。嗯。说实话，我真是从心里佩服你。我现在可以想象你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有多不容易。其实，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弱女子，一个人带着孩子，还一疯妈，还染上过那个。我总觉得你应该需要帮助，所以我让你到我那儿去打工。我觉得是暗中帮了你，没想到你那么自强自信。其实呢，你帮了我。我听你这么说呀，我觉得你并不是很了解我。其实我心里是一个特别不服输的人，要不我也不会跑南方唱歌去。后来回来跟老二分手了，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心底里还是不愿意寄人篱下吧，我瞧不起那样的自己。再后来，把孩子送出国念书去，那时候我需要钱，又没人能帮我。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我生活中的事儿给摆平，所以我去学了财经。你知道吗？我第一份工作是给一个小饭馆代账，后来我还在学校、什么小公司都干过，直到最后才当上这财务总监。都是凭着心里这不服输的劲儿来的。我跟你说，你别老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男人不行，真的，这世界上没有你们男人依然五颜六色。你是个女权主义者吗？我是个女人，一个追求平等的女人。一个让我敬重的女人。妈，我求求你，你就帮我这么一次好吗，妈？这真的是个好项目，可以挣钱的。你不帮我的话，我就真完蛋了。你为什么就非得要看着我回去？喂，啊！你怎么来了？等了你很久，我有话想对你说。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我遇上麻烦了。听说了，还是不小的麻烦。我处境确实不好，实际上我这2天一直在到处借钱，但是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来找你。可是我也帮不了你啊。第一，我没这么多钱；第二，
我也帮你借不来。现在银行贷款这么难，你应该清楚。多少算多少，行不行？就像你当初。 我马上。我有点不舒服，叫苗大夫过来做这床手术。苗大夫在做18床的手术，还没下来呢。那还有哪个医生在？今天的手术都安排得很满。 给我换个大夫！我说给我换个大夫。这位患者，这儿我说了算。马上准备手术。是。 腹胃良好，你们注意观察，最好别感染了啊。哎，范主任，病人醒了。你们先去忙吧。25床，肋骨骨折，经过手术，骨折复位良好，手术很成功，请你安心休养。每天早上8点我回来查房。 谢谢你。应该做的。也就是你，要我碰上他，直接把骨头给他接歪喽，让你抢我老公，非得让他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不可。 你那是气话，真要是让你赶上了，你也得好好的把手术给人做好，救死扶伤，医生谁都一样。是，话是这么说，但事儿咱也得这么干。你等着，等他好喽，我非得好好找他谈谈。谈什么呀？谈什么？谈谈他为什么抢别人老公，谈谈他为什么拆散别人家庭，谈谈他干嘛干这种缺德事儿。 谈谈他凭什么伤害一个无辜女性的心灵？是我没本事。嗯？是我守不住自己的老公，守不住自己的家。说什么呢你？明明是他们不对。燕儿，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学过哲学，明白什么叫一分为二的看问题。 所以，一个家庭的失败，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你觉得你什么问题？单纯。
这么多年，出了学校门，进了医院门，除了自己这点手艺，什么也不会。每天就把自己关在玻璃房子里，不了解社会，更不懂得生活的意义。离婚这些年，我一直想解开心里的疑问：我的婚姻到底失败在哪儿？你想明白了吗？没有。但是我现在成熟了，我不会那么单纯的去考虑问题了。这拍的好，儿时的记忆啊，可不，好玩吧？嗯。嘿，三哥，马哥，哎呦，我还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了呢。我也这么寻思来着。吃了吗？我没喝啤酒。怎么样？结婚了吗？哎呀，结不，离了。过去的事儿让它过去吧，就跟这胡同一样。这多少年，多少人，多少故事，你再瞅现在，全没了。是。过段日子，这又是另外一模样。所以抓紧趁现在拍2张照片，留个念想。没错。你怎么样？这几年过的？嘿，就一个字儿，玩儿。玩儿，哎，这好。都玩什么呀？什么好玩玩什么。这岁数了，图什么？不就图个乐呵吗？你说这打麻将，斗地主，唱唱歌，没劲，忒低端了。没事钓钓鱼，旅个游，拍个照片舞的，那叫文化活动。咱再高级一点，打打太极拳，1年至少辟谷4回，这才叫境界。老三，我现在迷上这个陈氏太极拳了。你说这太极拳，道家的东西，对，但我练着练着呢，哎，悟出了点佛家的意思。这叫什么？这么着吧，咱们哪天约一下，一块儿做做怀旧，好吧？甭介，就不愿意提那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一提起来心了烦。那就说说你这禅。哎，这行。不行，要这么生跟你说，你听不懂。要么刚才我为什么从太极拳这做切入口呢？对不对？我先给你讲讲老子什么叫1生2，2生3，3生万物啊，再讲讲什么叫无为。行，哥们儿，咱还是往前看吧。这前面的路才是好玩的路。哎呀，这我得着。我走了。得嘞，三儿，留个电话。有缘再见，没缘拉倒。得嘞。恢复的不错，明天就可以办理出院了。回家以后注意休息，按时吃药。1个月以后来复查。范大夫，我有事想和你聊聊。
你的情况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我想和你单独聊聊。不必了吧？患者想跟主治大夫聊聊，那你就聊聊呗。我们先走。坐。你想说什么呀？这病人有点奇怪，范大夫也有点奇怪，不像对其他病人那样。那天手术室才逗呢，一个不愿做手术，一个不愿被手术，太神了。说什么呢？好好实习，不该猜的别瞎猜，不该说的别瞎说。去15床看看。这就是我和老三所有的故事。我原本以为自己在老三心里有一定的位置，可我后来才发现，他最爱的，不，应该说他唯一爱的，只有你。我知道，说对不起，也没有办法弥补我们给你造成的伤害。我也不指望你会原谅我，可我希望你能谅解他。你们还是有机会能走到一起的。他很需要你，更何况现在他正面临着困境，需要你的帮助。我怎么了？我听我以前的同事说，黄总打算把他告上法庭，可是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试着告诉他，可是他不接电话。我希望你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何去何从，他总该有个准备。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范荣，我还是想祝福你们的未来。我们谁也看不见未来，但是我们都会期盼着未来。我曾经以为我可以潇洒一辈子，觉得婚姻就是一张纸，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后来经过一些事儿，经历了一些风雨，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走到了冬天。我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浑身发冷，去看了医生，做了检查，都没有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是自己的心里出了问题。我需要温暖，需要关爱，需要怀抱。我需要拥有属于我自己的幸福。说实话，我并不想哭，因为我知道，既然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黄总，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掌握了。我个人认为，打这场官司，我们赢的可能性不大。不，我要打这场官司。可是真上了法庭，这种经济案件，耗费的时间、人力、财力无法想象。我认了，我都认了。可我就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我觉得您冷静一下，再做决定。我很冷静。我老黄玩了一辈子的鹰，到最后被鹰戳脸。你不会明白我现在的心情。沮丧。没这么简单。怎么说呢？有一句古诗：“沾沾青天不可欺。”您的意思？意思很简单，我要他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走了，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但这次走不是逃跑，而是去新生。人总觉得看不见的未来是神秘的，甚至是美好的，总觉得生活在别处，别处有那么好吗？我不知道。范荣 ，IT 时代的到来，让我们远离了书写的快乐，很久没写信了。庆幸的是，在此之前，最后一封信也是写给你的。不同的是，信的开头写的是“亲爱的范荣”。在我的心灵里，你一直站得很高，但你的脸是淌满泪水的，眼睛是哀伤的。在你面前的我是跪倒的，是忏悔的，悲痛的。我很想站起来为你擦干泪水，赶走哀伤，而我无论如何无法起身，因为我真的需要你宽恕的手扶我一把。虽然我们分开很久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你仍旧充满了浓浓的情，无法化解。在追赶幸福的路上，我跌倒，爬起又跌倒。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我犯的最大的错误是离开了你，这令我懊悔不已。看着未来，我总觉得自己只有2条路走：其一，用后半生的时间去承受心灵的煎熬；其二，如果我们还能在一起，我愿意当面告诉你。我没想到你会来，我也没想到我会来。你打算怎么办？你有什么想法？我查了最近的机票，
下午1点45有飞香港的航班，从香港飞新西兰是晚上8点10分。你赶得上？你笑什么？你是我吗？老黄不会放过你的。知道。我已经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你决定了？决定了。我唯一心里不安的是你，我不知道以后你打算怎么办。那是我的事儿。能跟我说说吗？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看电影吗？是个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故事讲的是高仓健犯了罪，到一个农妇背上千惠子的家里做长工。慢慢的，他们就产生了感情。当爱情快有结果的时候，警察却来了，把高仓健抓走了。是个悲剧啊！不是。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警察把高仓健押上了火车，去中标金局附近的一个监狱。在半道上，邻居芒田和背上千惠子上了车，坐在了他们身边。太太，你好啊，好久不见了。听说你不养奶牛了，到中标金镇上去工作了。对。听说你跟你儿子在等你丈夫回来，要等他好几年，这是真的吗？啊，真了不起呀！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呐？有蒙田先生照顾。啊，那混蛋，是他呀，他在照顾你们呐。是。那好啊，太好了，好。我给他块手绢行吗？行。拿着。你在心里说到的未来，72是什么？你说要当面告诉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什么意思？在100公里之外，老大有自己的旅游点儿，自己的羊群。我曾经很羡慕，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隐隐地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世外桃源。老二让我很欣慰，建立了自己的理想国，可谓是返璞归真。我们家小四儿走得太早了，但圣人的精神可以流芳百世。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一直想弄清楚我哪儿和他们不一样，想弄清楚我该往哪儿走。可我现在弄明白了，不管发生过什么，无论成败，我只想往前走，穿过喜怒哀乐，穿过爱恨情仇，穿过一切，去看看大海上的春天和那里盛开的花朵。本庭宣布，
爱家公司董事长黄立夫诉原盛达公司总经理郭晓阳挪用公款一案，现在开庭。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